ขอบคุณครับลง YouTube ขอบคุณครับขอบคุณครับ其实我蛮喜欢这种在家里做生意的小店。我在清迈玩的时候就找这种店去吃饭啦，就蛮有在地的感觉啦，玩得真开心。大家看到这种社区里面连排的别墅，是不是感觉很幸福呢？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Jimmy， 欢迎回到我频道哦。这边很安静，所以我讲话小声一点点。今天来到这边比较少人的地方，这是一个母办。母办泰文的意思就是小区或者是社区的意思，就是有封闭式管理的一个，都是连排别墅，这种也叫做母办哦。我无意中发现一个问题，在母办里面的房子一般都是租不出去或者是卖不出去，而且这边的房子要卖的或者是要拿去租的是特别多的。那跟着我镜头去看看吧，大家也可以猜一下这么一栋的房子大概是卖多少钱呢？像这一家就搭了一个棚子啦，还是蛮有感觉的。在我前面左手边就有一栋是卖的了，这没有写价格。另外在前面这一栋也是卖的，凯这一栋有人住的也是卖哦，前面这一栋也是卖哦。另外在我左手边这里这一栋有写价格啦，这边的大小是20瓦，20瓦就是80平方米，占地面积80平方米。另外这里写的价格是4.42兰，就442万泰铢，20瓦就这么一栋啦。有这么多广告，那看来挂了很久都卖不掉，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啦。旁边这里也是卖哦，红字这个凯就是卖的意思。邻居也会把车停在他们家门口，因为这房子都空了。这棵树上也挂一些装饰哦。好，我们继续往外面走。公共空间还是蛮大的。其实我在的地方也属于曼谷市区的，就是在边缘的位置。这边为什么卖不出去，或者是这个价格这么便宜？我认为这条路啊，就必经之路，它有2个转角，就是路很小，然后是90度的，所以说车是不能并行的，就是来往的车都要互相看一下，互相让一下。我觉得这2个路口就是降价的原因之一吧。毕竟开车出出入入，经过这里心里都会不舒服的。442万泰铢就有一栋小屋，真便宜。不过每个月会给昂贵的管理费哦，因为它这边是有出入登记管理的。我们出到外面来呢，就是另一个感觉了。这边车来来往往，而且人行道很小，所以这边出入必须要有车啦。MG 也出了皮卡。还不错哦，这价格应该不贵。旁边这里有一家 7-Eleven， 我进去看一下。看来这家 7-Eleven 还蛮大的。这边还有一些日本的一些小东西啦。这家 7-Eleven 还蛮大的，说明这里一定有它的商业价值所在啦。所以这边人流会比较密集吧。还是喝一杯台湾奶茶吧。来，เราสดครับรับชานมไต้หวันแก้วใหญ่ครับหวานน้อย7的台湾奶茶不是第一次拍了，这是45泰铢一杯哦。ไม่ใส่น้ำตาใช่ขอบคุณครับ我叫他不加糖试一下。好喜欢这种没人的7-Eleven，我叫他不加糖试一下。不加糖就是ไม่ใส่หวาน也行，就是ไม่หวาน，就是不甜，或者是ไม่ใส่น้ำตา，น้ำตา是泰文的糖的意思，或者是sugarไม่เอา。好像有好多人给我做这杯台湾奶茶，然后呢，我不加糖，他们有点疑问，再次确认一下。ขอบคุณครับลง YouTube ขอบคุณครับขอบคุณครับOK，他说一个地址
找一个没人地方脱开口罩喝这杯台湾奶茶 Seven 的，还没加糖的。没加糖的甜度刚刚好，好爽的感觉。其实没有台湾奶茶的味道啊，但是这种珍珠就是波霸的感觉，就是台湾那种感觉。大家来到泰国一定要试一下泰国的 Seven 的这种波霸，就是珍珠这种感觉，就脆脆的，其实有一点点甜，因为它应该是黑糖做出来，所以我这杯奶茶不加糖的感觉刚刚好。天气这么好的情况下，再配一杯奶茶，这是一大享受哦。一口气喝完这杯奶茶是很难的啦，这种天气刚好是我去逛，那就要抓紧时间去逛一下哦。对面呢，这2栋房子很不搭配，中间这栋浅蓝色，左右两边就一个是橘色，一个是棕色，就是那种包的颜色。所以对面这种房子就比较有历史了，这种设计也不是很年轻，也看到有陆陆续续的翻新。继续往前逛一下先，能看到对面开一家餐厅，小餐厅。然后呢，他用这个水瓶子挂着这个招牌，我们能看到这里是卖一些泰国菜、泰国餐厅。这边还有卖粿条，不过里面就不能堂食了。那我们就先走了，就往这边过去。在餐厅对面这里的话，卖一些榴莲、香蕉。这里就是开皮卡车来这边卖啦。我们看一下这边有一些香蕉啦，还有榴莲。哇，里面还蛮多人的，比较热闹。你好，你好。你会讲华语？要不要榴莲？不要了，谢谢。这边卖一些榴莲、香蕉，而这里的榴莲 Montom 就是金枕头，150到160。能看到这一家餐厅是卖一些蛤刨或者一些瘦肉、炸的肉为主哦。我们能看到价格大概是35，然后任加一样就是5块，反正就是不贵啦，大概50块就有得找了。里面不能堂食了，但是人家家里做个小生意，还挂了这种类似风铃的一些小挂饰。其实我蛮喜欢这种在家里做生意的小店。我在清迈玩的时候就找这种店去吃饭啦，就蛮有在地的感觉了，玩得真开心。这边的房子应该是20-30年前的了，当时也算是一个小母办吧，但是没有人管理的母办，里面还真多小孩子。好想踢球啊，看他们踢。另外这里也开一家餐厅，还有这一家士多店。这还有一群小孩子开心的玩足球。继续往前面看一下，这是一家别人家的仓库，然后呢，这一家是要卖的。里面的母办是卖442，那这里应该是400甚至是300多吧，我的猜测哈。好，我们继续往这边看，这也是挂牌一家公司，前面就没有什么了。其实住在这些环境还是 OK 的，很舒服。只要翻新一下，像这边橘色这一家，还有旁边灰色这一家，就是翻新的啦。看起来像模像样啦，我都好喜欢这种感觉了。一墙之隔后面就是我刚刚走出来的母办啦。我喜欢这种遮雨棚，每家家户户的遮雨棚都有点不一样哦。喜欢那种5颜6色的。在泰国我比较喜欢这种郊区，就是他们的人与人之间交流就是很轻松，而且他们还是很热情的。好，我继续往前面走一下，好多车哦。在左手边。对面这里也是一家餐厅哦，基本卖东西都是泰国菜啦，以快餐为主，就是日常的一些餐。好，又到另外一条巷啦，這邊也有一家士多店。咁繼續行入嚟，哇，好大隻的一隻金毛，哎，好可愛一隻金毛。我們看到這種房頂比較整齊啦，天空瞬間就放晴了，剛剛還有一些烏雲的。
咦，在我左手边这里有一家，也是在家里面开一个点心店，还有一些奶茶。我们能看到这种面包应该是他们的特色。这个味道是泰国奶茶啦，而且这个是甜的一些东西。哎，这种就是20泰铢一只啦，大家来泰国可以尝试一下。就是一般的面包里面加一些泰国特色的酱哦。好，我继续往这边走。这边的家就比较安静了，比刚刚那条巷安静一点点。其实我蛮喜欢拍这种日常的影片啦。刚开始拍的时候就有点放不开啦，也不知道说什么。当然现在也不知道讲什么，但比较放得开啦。好，继续去逛。这种感觉给人真舒服。在他家门口摆一些小玩偶 ，Welcome。这条路小是小了点，刚刚走过来，这是第3条巷。这边就不像刚刚那样摆很多东西了，好吵啊！而这边就不像刚刚那样很多吃的啦。进去这条巷看看，这边也比较安静哦。在左边这里有一家小餐厅，开在巷子里面，看一下先。是卖一些北部菜，这种是靠腮，还支持外卖。这条巷就这么一家小餐厅啦，还是在家里面的。楼上那个网啊，晒着一些腊肉或者是一些肉干，比较传统的方法晒干。其实这应该也是卖吃的啦。再继续往这边出来，我看一下这有什么东西。这是一家装修的像咖啡一样的餐厅小餐馆。假如它在清迈，我觉得会是一家比较有名的一些餐馆或者是咖啡馆，因为它装修确实很美。从那边比较老旧的房子走过来呢，这里就设计的比较年轻啦。这种门啊，包括这种字我都蛮喜欢的。这里卖一些食物、咖啡，还有沙拉，还支持外卖。主要都是一些比较简单的泰国菜。我们看到里面的椅子还是蛮有感觉的。这里面有一些能拍照的地方哦。这并不是刚开的，已经开一段历史了。里面还 open 哦，还开着的。而这边是一个小小的后院。这边的设计还是蛮漂亮的哦。里面这里有个 toilet， 后面应该是他家啦。在家前面一个院子里面开一家小小的餐厅，这个生活还是蛮好的。好啦，对面又是一些比较有年代感的房子。这有一家小小的餐厅哦。OK， 我继续往前走一下。这是一家也是餐厅啦，而且还有停车位的。不过现在应该不开，是一家咖啡耶。这里还停着一台老车，很老的车，摆来装饰。里面呢是吃东西、喝东西的地方啦。外面呢可以 smoking。在这里看对面的房顶真漂亮，喜欢这种瓦砖的房子。因为是在马路边，所以出来要小心点。嗨，好，我要往这边出来。诶，看到飞机耶！这就是人与车并行的一些路啦。哇，好近啊！这是一家美容院呢。对面也是一些巷子。感觉再继续往那边走，我也没有多少兴趣。看来我走错方向，点到为止，到这里为止哈。我们止损一下，我们走回头往另外一边，我们去看看。好喜欢这家房顶设计的颜色哦。像对面这种家，第一它在马路边啦，然后年份有点久了，这边应该是没人住了。在这边马路边有一只睡觉的小鸟，它是受伤还是睡觉呢？真的不会飞哎！不要吓我啊！喂。哦，但我不敢碰你，希望你没事吧。对面有一家在自己家楼下开的小小的咖啡啊，不过现在是不开门做生意。OK， 我又回到这家 7-Eleven 啦。这杯奶茶珍珠已经被我吃完了，但奶茶还没喝完，冰已经融成水了。我们继续往另一个方向去走一走。
这边呢有一家在自己家卖一些水果，里面是卖芒果的啦。这边不是 apartment， 这种叫做 detail 意思是办公楼的意思啦。那个阳光打下来好漂亮哦。啊，看看这边。对啦，都是这样的。雨季的天气变化比较明显哦，现在已经阳光出来了。旁边有一家卖咖啡、奶茶，还有一些果汁，还有牛角包，还有一些小小蛋糕。另外，这个我喜欢，我要忘记它什么名字了。还有一些简单的外带的食品啦。就是这一家店现在还是 open 中哦。这一家小小的咖啡也是自己家楼下开的，装修的比较有感觉，比较有心思啊。你看这种雨棚都挂一些植物在这边。好，看看对面，都是一些自己家，旁边这有一些公司，还挂的灯笼应该是华人的。这边呢并没有什么啦，都是一些私人住宅，但是这条路还是蛮大，在泰国来讲。那我看到旁边这一家，像这一家普通的水泥地板，它就贴一些比较乱的或者是用剩的瓷砖下来，比较有感觉哦。所以说明他们还是蛮有心思的。好啦，就不继续往前走啦。那边好啦，就不继续往前走了。那边我发现都是一些泰国人家。OK， 又回到刚开始这个安静没人的地方，这个母伴跟大家 say goodbye。其实拿起相机的时候，我不知道拍什么的，就是随便逛一下，拍给大家看。那最后呢，还是很满意，就有一些精彩的东西啊，比如说在 7-Eleven 或者是在那2条巷子，就看到一些我比较感兴趣的东西啦。我相信大家也比较喜欢这种感觉，就是很有人情味的 feel。最后呢，还是谢谢大家观看啦。其实我蛮喜欢拍这种生活类型的影片，我开始没有什么准备的，但拍完觉得还是有点内容。但拍过之后，我又忘记我之前拍了什么东西，就是很乱的东西。那无论如何哈，谢谢大家观看。如果大家也喜欢这类型的影片，可以在留言区告诉我哦，或者分享给你们朋友一起看。我之后会拍更多相关内容的影片。那谢谢你们的订阅，也可以开个小铃铛，之后我发影片的时候，你们第一时间就知道啦。那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对哦，忘记讲一句，其实我没有推销任何东西，我也不建议任何东西，只是分享一下自己看到的，就觉得蛮有趣的，就分享出来，谢谢。忽然发现这个天空还是比较漂亮的，而且还有一群小孩子在这边玩得蛮开心的。最后呢，祝大家周末愉快哦。